寿昌节，我第一次以安郡王妃的身份参加宫宴，虽有些紧张，好在平安过关。但没想到，席间竟出现跳跃的人头骨。发生这等奇案，一定得还死者一个公道。楚楚竭力护住头骨，保存证据。我也代表三法司据理力争，最终获得了此案的调查权。告别的离场，加一道生死的桥梁，聆听一场无声的宣讲，不伪装，过迷障，浮生虚妄，飘香总暗藏，将因果拆成行，企图解答。寻踪与微茫，已否认，写遗忘，路在远至的光，眺望，无畏四野奔荒，仰望，中途一字人间长廊，待真相越深埋越嚣张，终被释放。这个地方好像被什么东西磨过。大哥，来，这里发生过打斗，从身形看，应该是个男子。你们看。这个珠子极有可能是在双方打斗时从衣上或者首饰上掉落，被踩进了泥土里。我见过这种珠子，它虽然不值钱，可是在日光下却非常好看，所以有很多宫女会把它缝制在衣衫或者鞋子上。那打斗的两人里，有一个是宫女。真被卡住了，王爷！王爷，有不少的骨头往周围散去了，快，都来帮忙！那边的，过来！厉害啊，楚楚，碎成这样了还能复原？对于楚楚来说，复原尸骨有什么难的？我们昨天的猜测没有错，他果然不是失足落水的。怎么说？我们顺着这个顶心骨，迎着阳光看，这里，囟门中心有红色的血晕，还有这里，牙根处也隐隐见血色。囟门有血晕，这人脑袋里不是本来就有血吗？人的血会在皮肉间或在骨髓里，但一定不在骨上。你意思是有人击打了他的头颅？不是头颅，是有人打了他的下体。下体？男子的下体若突然受到重击，会因剧痛而猛烈憋气，此时气血上涌，冲出囟门，还有牙根处也往往见伤。还有你们看，死者耻骨弓断裂，这是极大外力击打所致，而与他交手的这个人，能趁其不备猛击他的下体。光从力道上来看，这个人应该也是有功夫底子的。重击下体，这手法也太缺德了吧！缺不缺德不知道。但这死者还真有点邪乎。问出来了，这宫里还真有个半年左右不见身影的男人，是个侍卫，30上下，常常牙疼，说是因病谢职回乡了，名叫无量。那只池子里的将军，
将军，你里挖出一把刀，佩刀上的编号是丙念3，是5两的佩刀。你们和他很熟吗？5两谁不熟？他小子过去1年不知哪儿来的钱，忽然变得出手阔绰，还经常说什么发达了就不干了。后来果真卸任走了，谁想到走来这儿了？那他可有什么仇人或者亲朋好友？他爱热闹，跟兄弟们关系都还不错，但也不是太近。说仇家，那倒也没有。那你可知道他最后一次值守是什么时候？是去年的11月15，卑职记得很清楚，那是他卸任之前最后一日执勤，结果还迟到了。卑职想着他都要走了，也就没有多说什么，就安排他到这不起眼的假山边值守了。你还记不记得我昨天晚上说，惠妃、宫正还有那些宫女的反应都不太对劲？会不会他们已经知道5两落水的事情？从他们的反应来看，应当知情。能当侍卫的人，说明他功夫很厉害。是谁能那样不声不响的给他致命一击呢？这道刻痕与池中打捞出死者腰带上金属饰物的磨损正相吻合，但从地面上痕迹的深浅方向和遗漏的珠子来看，死者应该有所反击。凶手有些功夫，也反应机敏，虽一度不敌死者，但最终得以趁死者不备，猛击死者下体。从凶手的脚掌留在石头上的宽度大致推算，凶手的身量远远小于死者，而死者下体所遭受的关键一击，正是女子对抗男子时最易得手的一击。如果凶手是个女子，那按照我们之前的推测，11月15游园夜，那晚出现的所有宫女，凶手就在其中。放心，有我在，只要能锁定范围，就能把他揪出来。那我跟冷月去找公正。所有激荡都在这里了。安郡王妃、金少夫人，请。叔叔，反正我觉得王爷的名声已经这样了，也无所谓再多几分嚣张吧。这事不如直接让公正去查吧。你在看什么？你看啊，这些册子旧一点的都是1年前的，新一些的呢都是最近的。我们就按照新旧程度大概区分一下，很快就能找到半年前的激荡了。可以啊，楚楚，只要是不喘气儿的都能被你验出来。陛下，安郡王妃在宫里折腾大半天了，又是挖尸体，又是查人，沸沸扬扬。后宫一向清正平和，现在闹得太不成样子。还没查出来吗？陛下，娘娘，安郡王妃求见。让她进来。见过陛下，见过惠妃娘娘。楚楚，听说你的阵仗不小啊，这里是皇宫，不是菜场，何时能让朕清静？回陛下，楚楚有办法找到凶手了。哦，但是还需要惠妃娘娘帮忙。我能帮什么忙？楚楚想向娘娘借几个人。大家都站过来吧。这个楚楚，还真是有模有样的。
管把先放在肚子里，仅一次有把握。我没事，夫人，早有准备。你看，够了。回禀陛下，臣已经验出来了。石青，你还不认罪？景少卿无故动手在先，奴婢只是自保，何罪之有？自然是杀害无两之罪。陛下，去年11月15是陛下和惠妃娘娘的游园宴，也是无两最后一天值班。无两因迟到，被安排在人流稀少的假山附近值守。无两与石青二人相遇此处，不知因何事，二人产生矛盾，随即动起手来。石青虽有功夫在身，但无两毕竟是神策营卫兵，石青落入下风，只能奋力抵抗。两人你来我往，在假山的山洞里留下了大量的打斗证据。但是两人都忽略了一件更为重要的事：皇宫内再隐秘的角落，每2刻钟也会有巡逻侍卫经过。两人又相当默契的不发出一点声音，躲过了巡逻侍卫。待侍卫走后，石青看准时机，偷袭了无两，并给了无两致命一击。惠妃，去年11月15游园那日，石青的行踪你可清楚？禀陛下，人是奴婢杀的。那天无两污言秽语侮辱奴婢，奴婢一时冲动与他动手，便误杀了他。因心中害怕未敢声张，这才隐瞒至今。娘娘并不知情，奴婢认罪，但凭陛下发落。陛下，娘娘，奴婢有负娘娘多年教诲，但求娘娘看在奴婢侍候您多年的份上，求娘娘宽恕奴婢在宫外的家人。奴婢来世当牛做马，定为娘娘尽忠。你既肯认罪，陛下，臣有话说。讲。寻常的衙门差役，杀死一个人也绝非小事，心中惊惧往往持续数年，更何况一个宫内女子。若真是石青所为，她日日近身侍奉，惠妃娘娘与她共事的宫女们，难道就没有怀疑过？石青的供词不尽不详，经不起推敲，想必另有内情。回禀陛下，您是否还记得伏龙池旁石青姑姑喊的那声放肆？我们在大老远可都听得一清二楚。若真像石青姑姑说的，是受到无两的调戏才动的手，那动手之前一定会大骂他一顿。为何当日就没有一人听见呢？依你们所言，此案还另有隐情。若要臣下定断，还需要楚楚再验一人。验谁？这已经是半年前的事了。纵然嫌犯负伤也早已痊愈，此时再验还有用吗？陛下，伤口会愈合，也会留有愈合的痕迹，我愿意一验。陛下，还是让楚楚再验一验吧。此事涉及您身边的人，还是查验清楚才能安心。也罢，楚楚，你就去验一验吧。是。无论你再怎么查，怎么验，
对我而言，都只是一个死。如何处置你是宫规说了算的，我只是一名仵作，我要做的是验明真相，让宫规的处置有所凭据，所以我不会冤枉一个好人，也绝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坏人。安郡王妃，果真是出身乡野啊！出身乡野的人和出身高门大户的人，验死验伤的检验标准都是一样的。你放心，宫里的事情我不太熟悉，但是你身上经历过什么，我一定会验准的。楚楚，可验出什么？回陛下，此案的凶手不止一个。什么？石青还是帮凶？不，吴良也是凶手。吴良是凶手？臣不知吴良是否调戏了石青姑姑，但臣知吴良是想杀了她。石青的右臂上侧有一道疤痕，根据伤口的恢复程度判断，应当是半年前的伤。从伤口的走势与窄阔来看，应当是宫中侍卫的佩刀自下而上造成的。冷月曾说过，习武之人最先学会的是善败，能让石青用手臂去护的，一定是要害部位。从石青与死者的身量上看，死者这一下，应该是想要一刀封喉的。也就是说，吴两这一刀是奔着致命去的，不是石青姑姑要有意伤害吴两，而是吴两要杀石青姑姑，所以石青姑姑为了自保，才做出的致命一击。没错。石青，朕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说清楚了，那日为何到如此偏僻的地方与那侍卫碰面？他为何又对你下杀手？从实讲来，不得再有隐瞒。是，陛下。奴婢那日去取糕点，恰巧经过那里，他应该是不认得奴婢，加上是不是长夜守卫无聊了，就调戏奴婢，拿奴婢取乐。是因为奴婢的抗拒惹恼了他，所以才会做出如此过激的行为。既然如此，你为何当时不及时呼救？回陛下，那时陛下正在和娘娘游园，奴婢不敢惊扰圣驾，也怕被那个恶徒反咬一口，平白误了自身清誉，还会连累娘娘。石青，是不是你推他入水的？奴婢没有，是他自己不小心跌进去的。吴两朝朝奔着奴婢的命来，奴婢不得已为了自保攻其要害。他吃了痛，想跟我拉开距离，结果走到池塘边掉下去了。奴婢当时害怕极了，只想赶在娘娘回宫前把伤口处理了，还谎称说是因为天黑不小心跌在石头上割破了，娘娘没有生疑，反而给了奴婢很多药材，这才瞒了下来。陛下，石青伺候臣妾多年，尽心尽力，此事虽然有错，但也是那狂徒先图谋不轨，还请陛下高抬贵手，饶石青一命吧。杀人偿命，这是天道。陛下，是侍卫行事不当在先，想要杀人灭口在后。石青姑姑只是为了自保，并无害人之意，按律不应当判处死刑啊！安郡王妃，这里是宫中，宫女侍卫不清不楚，不论是不是她的错，她都有错。既证据确凿，她又认了罪，那就……陛下，眼下寿昌节尚未结束，四方使臣和各地大臣都还在，不如先将此事交由内侍省，节后再做处置。节后赐死。奴婢谢主隆恩。王爷，我们是不是不该查这个案子啊？事有对错，案有真假，我们有责任公允地揭露真相，也能因为心中的良善，从律法中替当事人找到最好的结果。所以查明真相不是你的错。而且这案子还没结，
还记得今日我让你留意石青身上的伤吗？留意一下石青是否受过侵犯。我验过了，确实没有。说明无两并没有强暴她。石青是惠妃宫中的大宫女，颇有地位，行事稳重。如果只是遭到了言语上的调戏，她有很多种方法脱身，但却到了以命相搏的地步。她跟那个侍卫以往没有过多的交集，那为什么当着陛下的面着急认罪呢？石青他在说谎，他在隐瞒些什么？对啊，陛下都如此逼问他了，甚至都说节后赐死，他都还不改口。有什么事情是能比性命更重要的？难道是家人的性命？不可能啊！他常年身居在宫中，有什么事情是能祸及到家人的性命？除非他是在宫中盗窃财物，然后送出宫去销赃。所以是侍卫发现了他盗窃，所以才遭致了灭口。今天我和冷月在宫中查记当时发现，宫里最近总是丢东西。惠妃之前还找宫正督办过，都不了了之。唉，其实宫人私偷财物，历朝历代都有，只是近半年特别严重。宫中的锦衣玉食，风光无限，与底层的太监还有宫女们无关。尤其是这几年，国库亏空，宫中用度一缩再缩，他们自然也想偷些财物，给自己留条后路。尤其是宫女，年纪大了被放出宫，手上要是没一点财物，日子都不知道怎么过了。哎，王爷，如果有其他选择，谁会冒着杀头的风险偷到宫中财物呢？你是怀疑这事和石青有关系？但她是惠妃娘娘身边的大宫女，没这个必要。我知道，就是不知道石青和无两为何要以死相搏呢？不管背后隐情如何，圣上明显不想在此事上多做纠缠，以后深入调查的机会恐怕很小了。丫头，你究竟嫁的是安郡王啊，还是嫁给三法司了？哥，哎呀，哥好着呢。日后住在郡王府，还要麻烦你们。今日我请。大哥远道而来，我夫妻俩还未来得及好好招待你，今日的菜随便点。此处虽非什么奢华之地，但口味却是一等一的好。宫中事多，劳烦你等了这么久。葱爆羊肉清风饭，黄叶冷桃葫芦鸡，南酪樱桃花蒸鹅膏，水晶龙凤糕，就这些吧。好。哎，等等，再来2份蒸饼。好嘞。哥，你怎么只点我喜欢的，也得点点自己喜欢的啊？哥只是想换换口味，换换口味。绝慢用，多吃些啊！这脸上瘦的都没有肉了。这王府的饭还是不如家里。哥哥从老家呀带了很多特产来，够你吃上1年半载的了。哥，你仔细看看，我根本就没瘦。大哥说的对，你日夜操劳，是该多吃点。哎，对，吃。哎哥，你这次进京来怎么带那么多东西啊？这路上多难拿呀！你就说喜欢不喜欢吧。喜欢。哥就知道，还是家里的东西，你用着舒服。来，大哥，这是上等的柳叶酒，我敬你一杯。来，我哥他，我们随意吧。这点小酒不值一提，泉州的男人都能喝。说我喜欢吃蒸饼啊，那其实是楚楚喜欢吃，他不敢
敢跟爹说，我就顶了这个包。谁能想，他能一直吃，直到我闻到那蒸饼的味儿就想吐。我妹妹，她性子拗，喜欢的东西能一直吃。你喜欢的人，他要是认定了，那可就是一辈子了。啊！哥，我哥他平时喝不了烈酒的，一杯就倒。还真是一杯啊！景少卿呢？在这呢。你在树上干什么？俯瞰全局，整体思考。偷懒还挺理直气壮啊！都结案了，走个流程的事儿，无聊得很。进去看看吧。这个人过得可真是洒脱啊！可不嘛，到处洒，到处拖。我们来的时候就已经是这个样子。对，有人来这搜过，不止一次。什么意思啊？3月间的春泥。春泥？你看，这上面的细丝是桃花的花蕊，这说明什么？说明有人在桃花盛开的季节来了。你再过来看看这个，血字，这是桑葚。上个月特别多，现在已经过季了。关键是，从脚印的大小到步态来看，这2处足迹应该是同一个人留下的。同一个人？桃花盛开的季节来了一次，结桑葚的时候又来了一次，也就是说，吴两在死了3、4个月之后，他来搜过一次，没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，不死心，在上个月又搜过。这里一定有他特别想要的东西。不对呀，这的每一面墙、每一块砖，我都让人细细敲过了。没什么问题啊。夫人，你觉不觉得这个墙有问题？这已经是房子的边缘了，这个空间是……这吴两是想当齐代赵吗？还在家里面苦练玄素。可这玄素，天元4星。为什么4星区域磨损的这么严重？哪是私宅啊，分明是后宫的私库。我去禀报王爷，不能结案。王爷，这些都是吴两家搜出来的，可不嘛，藏得严严实实的。我从惠妃娘娘那儿弄了一份失物清单，这些都在上面的。
你们之前在吴两家发现有人曾在他死后2度入宅，这人可有下落？周围都查访过了，没有人看见有人经过他家。不过彻底清理吴两家里东西之后，发现他是一点银钱都没有。我估计啊，就是个小贼，一次得手之后啊，后面又缺钱了，又来碰次运气。可这些都是后宫用的东西，他一个侍卫，连后宫的殿门都进不去，只可能是从宫女或是小太监手里弄来。宫女？不会真的是石青吧？她可是惠妃的大宫女啊，进入各宫容易，又没人敢轻易盘查她，想偷点什么轻而易举啊。本来毫无察觉，正好被吴两碰见，吴两见财起意，想要以此威胁石青，石青情急之下杀人灭口，这就说得通了。石青这么做，既是顾全大局，也是怕……也是怕有心之人扯到您的身上，伤了您的颜面。颜面？石青性命都快丢了，本宫还谈何颜面？娘娘，石青已经认罪了，毫无转圜。若娘娘再三犹豫，只怕三法司察觉不对，追查下来，各宫都脱不了干系。届时石青白死，罪也白认了。娘娘，石青走的时候，替我去送他吧，再多给他家里送些银两。他家中还有寡母弟妹，只怕日后日子难过。是，日后严正公祭，再有偷盗者，严惩不贷。此前的事，本宫既往不咎。娘娘宅心仁厚，方能上行下效，培养出石青这样有情有义的宫女。我替他们谢过娘娘和石青。回来了。你们查到什么了？从吴两那拿回来了一些东西。宫里吃穿用度的形制都是严格划分，可是这些荷包、手帕所用的布料极为粗糙，是只有宫女们才会得到的赏赐。可是宫女们平日里都是统一着装，所以应该是她们私下自己做的。这些都是私物，没什么值钱的东西。石青不会偷这些的。不会又是吴两偷的吧？还有这个癖好？估摸着应该是宫女们偷偷送给他的。对，因为我们还查到了一些私情密信，信件字迹都不同，所以是出自不同人之手。吴两不过一个侍卫，能迷倒这么多宫女？怎么，听起来你还挺羡慕的？你是想跟吴两学吗？我最讨厌那种朝三暮四、不专一的男人。也不能这么下定论，因为没有吴良给他们回信的证据。这些信件还有物品里，有石青的吗？没有，我们比对了一下石青供词上的字迹，跟信件里的都不同，所以石青没有给他写过信。从石青谈及吴两的神情中，只有厌恶和憎恨，确实不像喜欢过吴两。所以我们现在要查清2件事：一，这些宫女的物件是怎么到吴两手里的；2，写这些信的宫女到底是谁？石青应该是不会再开口了，所以这些东西就是我们唯一的线索。你可要想清楚了，河宫上下，从陛下到宫娥，没人想查此事。你们这么做，未必有人领情。查三法司办案，只求公允。太好了，那我现在就跟楚楚去查这些给吴两送信的宫女。怎么，这才半日不见，就这么舍不得啊？冷月啊！今日时候不早了，等你们到了，宫门都下药了，明日再去也不迟。可不嘛，我都快饿死了。王爷，今日王府再添2双筷子呗？没有。怎么没有啊？
我明明听见午后你吩咐吴江去广泰楼买什么？我是该知道还是不该知道啊？我突然想到，寿昌节期间长安城没有宵禁，难免有一些宵小要作祟。为防京兆府乏力，你不如去帮忙巡视一下。我看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吧？不是我不勤谨啊，是我怕江道海到时候又跟乌鸡眼似的盯着我，怕我抢他功了。无妨，都是为国效力，仔细的把每条街巷都巡好，做一份详细的记录，明早亲自送来给我。王爷，是。王爷放心，今晚我一定寸步不离的守着他。辛苦啊，景爷。不辛苦，辛苦。你干嘛突然罚他？不光要罚他，还要罚你。罚我？如想也许这故事的关系，掌握延续回忆的脚印，走出了去。要跳到地狱，遇见是自己，为我真的一天起，与你的记忆有眼里就这相依。让情绪化作水的气，我入戏了他自己。我心只是